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我换一种说法，临行前你曾经对我说起，大军阵亡名单之中少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解运大军的副将，名叫廖文清。是啊，恩师，您是说这个病人是廖文清？他今夜在昏迷中高喊王将军水里有毒。如果他喊的不是王将军，而是房将军。王将军，房将军，不错，这两个字的发音确实很像。王房二字的发音非常接近，他在病中口齿不清，亦或是小桃没有听清楚。小桃啊，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？这两个字太像了，当然有可能。如果一个军官在昏迷中高喊房将军水里有毒，那么这个人除了廖文清还会是谁呢？大人说的对极了，我也这么想。元芳。哎呀，元芳，大人你回来了啊！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。哦，是谁呀？你来看吧。哎呀，夫人，是你呀！老爷，老爷，好，怀先生，别来无恙了。看样子今夜元芳的收获不小啊！不但救出了狄春他们三人，还带回了一位贵客啊！怀先生，为儿惭愧，行事鲁莽，险些酿成大祸。好了，夫人，就别埋怨自己了。你说错了一点，哦，怀先生并不姓怀。我的真名叫狄仁杰。狄仁杰，就是那位一多案名闻天下的宰相狄仁杰大人。现在早已经是个治世的贤官了啊！你真的是大名鼎鼎的狄公？夫人也真是的，这还能有假？民女为儿不知狄公身份，行事无礼，望大人恕罪。哎，好了，夫人请起。哎，狄仁杰屡次蒙夫人你搭救，感激还来不及呢，怎敢怪罪于你呀？夫人，这位便是凉州刺史曾泰大人。见过曾大人。夫人不必多礼，狄公是我的恩师，这儿都是自己人。那位是小桃姑娘。见过夫人。该介绍你自己了吧，李将军。我答应过夫人，待时候到了，会把官凭给你看。牵牛卫大将军，难怪狄春说你是正三品，原来牵牛卫是皇家卫帅。不瞒夫人，我与元芳是同品不同质。卑职惭愧。大人，刚刚我在外面听到，您断定那个受伤之人便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。哦，语住了，我们走走啊。
昨日，当曾兄在后堂说起此事，我就有些怀疑，不要叫我夫人。失踪的副将和重伤的军官，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然卑职又觉得事情太过凑巧，在往常的断案中，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不存在的，因此就没有说出口。可这2日，卑职通过对他的观察，这种感觉就越发的强烈。尤其是今夜小桃对我说，他在昏迷中高喊：“王将军，水中有毒。”不错，如果将王换成房，那么此事就已经很清楚了。元芳啊，这就是我将你留在凉州的原因。大人，看来您早就想到了。还记得吗？当时我曾经问那名龙武卫的斥候，见到廖文清之后是否能够认得出来。不错，不错。因此，要想证实他的身份，其实并不难。将那斥候传来，真相便立刻大白。恩师啊，学生马上去办。去吧。元芳啊，将我们走后凉州发生的事情对我详细的说上一遍。好，那卑职就从头说起吧。刺史大人，走。怎么了，刺史大人？大人，这就是您走之后凉州城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你是说今天晌午曾有一支天驼商队出城？正是。站住！停下，停下！不知道刺史大人的禁令吗？队长辛苦了。您看看，这里有刺史府的批文。文艺？不瞒您说，就怕是啊。他们持有刺史府的批文，上面说，这支天驼商队有可能感染了瘟疫，为怕在城内引起恐慌，因此放他们出城，将尸身掩埋。瘟疫？正是，刺史府公文上是这样说的。车上的尸身你检查过，真的是天驼人？是的。天驼商人，天驼商人。大人，您与曾兄率人追查饗银的下落，有结果吗？一无所获。前天夜里，我们率军赶到古堡，然黑衣社的歹人已经撤离，而且将所有的饗银秘密地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。大人，自你们那天逃出古堡之后，王强就觉得事情不妙，他立刻安排转运地厅中的货物。如果按您刚刚所说，那些大车上装载的就应该是朝廷的饗银了。现在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。你可知道，他们将饗银转运到了什么地方？当时我潜入地厅，暗中观察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出发！快点，使劲，使劲，动作快一点！来，这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！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。与我们探查荒山古堡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。我和曾泰率军沿暗道向前追赶，大概在天明时分，我们来到了一座四面都是绝壁的死谷，山谷中没有通路，
那是通往黑衣社总坛黑暗之山的必经之路。哦，那座峡谷叫死亡之谷，据说即使在黑衣社中，也只有9个人才能通过那里。哪9个人？大人可能不太清楚，黑衣社的建构其实非常简单。社中有一位总领袖，黑衣天王，着绣金黑袍，被社中人称为天王。其下是按8卦方位排列的8位圣骑士：乾位、坤位、震位、艮位、离位、坎位、兑位和巽位。社中称之为圣骑士，着橘色黑披。再下面则设有32座天王庙，108位黑衣圣使，每一位黑衣圣使统辖5至10名下属。而黑衣天王和8位圣骑士每月2次聚首，称之为月议。也只有在这2天里，只有他们9个人才能经由死亡之谷中的暗门，到达黑暗之山总坛。是这样。那么，死亡之谷的暗门究竟在何处呢？不瞒大人，1年前，我趁王强不在堡内，沿暗道进入死亡之谷，就是想要找到暗门的所在。可是，一番探查下来，最终也是废然而返。恩师，哦，怎么样，曾太？已经吩咐下去，赤豪一会儿就到。大人，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可以肯定，王强已经将响银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。响银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。哦，大人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车辙。车辙？你刚刚说要进入黑暗之山，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，是吗？正是。今晨我和曾太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。熄灭火把。是。恩师，这座山谷是条死路，而且这条小路也不可能走车，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？在那里并没有发现装载响银的大车留下的任何车辙印记，由此可以断定，银车并没有进入死亡之谷。这可就奇怪了，既然他们不想将响银藏到黑暗之山，却为何要将银车赶入暗道？那条暗道当中并无岔路，只能通向死亡之谷。如此做法有何用意呢？此事的确是非常蹊跷。大人，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们赶回到古堡，在那里发现了迄今为止我从没有见过的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案。啊！是什么命案？20几名守卫古堡的军士全部死亡，尸身上没有伤口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死者面目栩栩如生。而最为奇怪的是，古堡中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迹象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大人，没有伤口，又不是中毒，面目保持完好，古堡中又没有可疑的迹象，那人是怎么死的？元芳啊，这是真的。不光是守卫古堡的军卒，更为悲惨的是洪家堡村。洪家堡村？我们村？先生，我们村怎么了？小桃啊，先生行事不周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。
也对不起骑虎潘越。先生，村里究竟怎么了？洪家堡全村45户人家，200余口，加上骑虎潘越，全都死了。骑虎潘越，起火！哎，起火！起火！潘越，潘越，潘！小桃，小桃，大人，骑虎潘越都死了。当时我怎么不留下呀？元芳，那景象真是太恐怖了。所有的人都像活着一样，可每个人又都已经死了。是谁？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难以判断的。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，洪家堡村的死亡现场，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，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。如果说勉强有些发现的话，那就是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，都发现了一些类似于鸟粪的小红点儿。大人，这红点我也见过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我第一次夜探归义伯府的那个晚上。归义伯？那天夜里，我潜入伯府，来到后园，发现那里停着几辆马车。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，偌大的一辆马车中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些稻草和与这手帕中相同的小红点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只觉得手指一阵刺痛，细看之下，食指处被什么东西刺破出血。当时我也没当回事，便潜入后堂寻找狄春三人的下落。不想刚走了几步，便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自此便失去了知觉。多亏夫人救我出来。元芳啊，刺破你手指的东西，你看清了吗？没有。但后来我细细回想了一下，很有可能就是关在笼子之中那些不见首尾的神秘之物。那你认为自己晕倒在后堂，就是因为手指被刺伤吗？虽然不能完全肯定，但除此以外，卑职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。大人，元芳这些年跟随在您身边，大小案件经历无数，夜查暗探更是多得无可计数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想重奏案时，卑职身中数十箭，却仍然保护了李凯固和邱静的安全。然而此次夜探，竟然莫名其妙地昏晕在伯府的后堂之内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元芳啊，对你的能力我绝对相信，但是你能肯定刺伤你手指的神秘之物就在大车之内吗？应该可以。不过是食指处被刺破了一个小小的伤口，竟致使你昏晕倒地。这种东西的可怕之处由此可见。可它会是什么呢？就目前来看，如果我在
命案现场发现的小红点儿，与你在伯府后院大车上看到的小红点儿是同一种东西，那就可以肯定，发生在古堡和洪家堡的惨案，又是以王强为首的黑衣社的歹徒利用这种神秘之物制造出来的杀机。这种可怕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呢？王强那一伙人又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东西呢？夫人，大人，小女现已逃离伯府，夫人的称呼就免了吧。叫威尔就行了。好，威尔，据你分析，这种神秘的东西会是什么？我从来没有听王强说起过。那么你知不知道，那天晚上在归义伯府后院几辆马车当中装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这些事情王强从来不对我说起。我只知道这次王强赶回凉州，似乎是要与什么人进行交易。交易？好像是的。具体的我也曾太不清楚。这个归义伯是什么来历？归义伯是太宗皇帝亲封的伯爵，位在正五品上。自太宗朝而今，一传有3代。这一代归义伯名叫王凯，此人深居简出，很少与旁人接触，即使出现，也是面戴铜罩，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哦，是的。学生不到任之时，他曾来刺史府谒见，便是这套装束。然而，这个王凯虽贵为伯爵，为人却从不张扬，在凉州城中的口碑很好。刚刚听元芳说起归义伯府发生的事情，学生便觉得非常纳闷，王凯怎么会与黑衣社的歹人有所牵连？大人，曾兄，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这归义伯王凯和黑衣社逆魁王强是亲兄弟。哦，有这等事？威尔，你说说吧。李将军说的没错，这兄弟2人都是黑衣社的属下，他们表面以爵位为掩护，暗中却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么威尔，你又是为什么要潜入王强的身边呢？这个问题，李将军曾经问过我。现在是将真相和盘托出的时候了。狄公、刺史大人、李将军、黑衣天王，你们都知道吧？黑衣天王王显，就是我的先祖。什么？黑衣天王是你的先祖？正是。你们可能并不知道，王显其实是一位女子。南北乱世时，从西方涌来了一群武士，这些人黄发碧眼，状若妖魔，他们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甚至生食人血。当地官府几次发兵都被他们打败，而且损失惨重。自此后，官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再也不理此事。当时，我的祖先王仙儿就住在王家堡。哦，就是我们曾路过的那个王家堡。正是。他幼年之时父母双亡，跟随当地的一位僧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。眼见杨妖作乱，危害百姓，他便组织起本村的青壮年，依据山势设下埋伏，诱杨妖上钩。果然，杨妖率队前来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而且死伤惨重。这一下，王仙儿声名大噪，附近的百姓纷纷来投，10天之内便聚集了数千人。由于她是女儿之身，深恐众人不服，王仙儿便将名字改为王显，作战时身穿黑袍，并戴上青铜所制的面具。这支队伍作战勇猛，每战必破杨妖，而王仙儿更是身先士卒，加之她爱护百姓，锄强扶弱，因此在当地深受爱戴。久而久之，
竟被奉作神明，成为黑衣天王。大人，我说黑衣天王庙中的塑像都是身穿黑袍，面戴青铜面具，原因竟是这样。不光是塑像，就连现在黑衣社的歹人也是这身打扮。不过区别在于，王显是为掩盖其女儿之身，而他们则是为了遮盖杨妖的面孔。那么既然王显是以诛灭杨妖、保一方百姓平安为宗旨，可现在这个以王显为神的黑衣社，为何行事如此的阴险歹毒，以致肆虐的盘剥残害当地的百姓？2天前我们在洪家堡当场俘获了2名黑衣圣使，据他们交代，现在黑衣社中有很多都是西洋人，而且是子承父业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大人不要着急，听小女慢慢道来。你说吧。因王显在作战中俘获了很多西洋武士，有一部分自愿投诚其麾下，这样他便编制了一支西洋战队，主要用于对杨妖的各类战役。这个西洋战队中的武士，就是目前黑衣社中黑衣圣使们的先人。原来是这样。随着王显在甘凉一带的声望越来越高，当时的前隋皇帝杨广封其为甘凉王，管理甘凉一带。及至本朝太宗皇帝一统天下，甘凉归属，王显主动投诚，献出甘凉王之印，被太宗封为归义伯。这一举措引起下属的不满，他们暗中使用诡计，将王显骗入古堡中毒死，并派人追杀王显的家人。当时一些忠于王显的部众保护其家逃离凉州，在武威、张掖一带混入民间，自此生根繁衍。然而家族血仇终不能忘，世世代代王显的后人都以消灭黑衣社为己任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是王显的后人，潜入王强身边，就是为了伺机消灭黑衣社，报家族大仇。正是。那么，这个黑衣社又是怎么组成的呢？当年王显被属下毒杀之后，这些背叛者便重新选出了一位首领，此人名叫王肖恩，就是王凯和王强的祖父。王肖恩一面向朝廷谎报王显身患重病而亡，一面在暗中组成了黑衣社，将自己的势力转入地下。朝廷不察之下，将爵位转封王肖恩。就这样，黑衣社便借助朝廷熏风，表面忠诚老实，而暗地里却在凉州一带经营着自己的势力。因为王显在甘凉的声誉极高，他们便仍然以王显为神，利用从西洋人那里学来的一些机关手段，制造各种幻象，欺骗鱼肉当地百姓，来达到他们肮脏的目的。数十年间，他们发展起30多座天王庙，藉此控制凉州附近的4乡8镇，并竭力寻找时机，恢复往日的辉煌。之前你曾经说到，黑衣社，他的总领袖是黑衣天王，是吗？正是。那么，这个人是不是王凯或者是王强兄弟2人当中的一个呢？有可能。如果黑衣天王真的是他们其中之一的话，那我想王凯的可能性更大。那王强呢？我曾多次偷听王强与属下说话，那些人都称他为圣骑士。也就是说，王强是8个圣骑士之一。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。王凯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王凯这个人非常神秘，自从我进入伯府到现在，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。是这样？是啊，每次见面他都戴着青铜面具，这一点狄春他们是知道的。老爷，不错，从我见到他那天起，他便戴着面具。狄春呐，你们在伯府遇到伏击的情形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带着信来到伯府，按您的吩咐把话说了一遍。这时候半空里传来一个声音，要我将信放在门前。我按他说的做了，大门便关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大门又打开了，一个丫鬟将我们引到后堂。
什么声音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别动！是谁让你前来送信？这几天来，王凯一直在逼问我，那个要我前去送信的夫人究竟是谁？威尔，啊，你是何时卧底到王强身边的？大约2年前。都查到了什么？开始一切都很艰难，几乎没什么进展。然自去年我将梅香放入王强身旁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几天前，梅香告诉我，黑衣社正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，而这个阴谋则是要利用即将发生的大地动来完成。他将消息传递给我。当时，我通过偷听王凯和王强兄弟谈话了解到，黑衣社的9位统领每个月都会有2次阅议，每遇重大事件，聚首商议的次数会更多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梅香能够利用这个机会，跟踪王强，找到黑暗之山的所在，探查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，那么破解黑衣社便指日可待了。果然，梅香不辱使命。几天前的夜里，他悄悄告诉我，王强马上要到黑暗之山，他准备暗中跟踪。然而，这一去就没有回来。看来梅香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只是在逃离的时候被王强等人发现，一路追杀，直到被我们救起。当在古堡中您对我说起梅香已死时，我的心都凉了。当时我想，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。哦，威尔，你看看这条腰带上的2排刺绣图案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这腰带上绣的是古堡机关的启动标志，这些标志我们早已掌握了。大人，这个4方形套椭圆和太阳形的标志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是啊，我也正为此事踌躇。这个4方形的标志就出现在死亡之谷的绝壁之上。哦。然而我却遍寻不见里边套着的这个椭圆形和类似太阳的标记。哦，我曾经命军士使劲按压这个4方形标志，却毫无动静。不知道梅香留下的这个图案，对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威尔，这条腰带我现在正式交还给你。大人，威尔愿意协助您击破黑衣社，因此这条腰带还是由您来保管。我想，日后肯定派上用场。这样也好。大人，要不要将此事奏明圣上，查抄归义伯府？也许能够发现一些端倪。我看不可打草惊蛇，而今有太多的秘密还没有破解，线索都指向归义伯府。比如说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究竟是什么？黑衣社豢养这种东西的目的又是什么？王凯究竟是不是黑衣天王？大漠中劫持饗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？要想真正解开这一个个谜团，归义伯府的位置至关重要。一旦我们贸然查抄，令王氏兄弟察觉，这2人定会使用诡计逃脱，而黑衣社也再不会用归义伯府作为秘密联络点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便失去了唯一的查案线索。这样做不但无法查出真相，还会
令调查陷入困境。因此，目前还是不要惊动他们为好。而且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坐实王凯的罪名。一旦弄巧成拙，便不好收场了。恩师所言极是。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将王凯绳之以法，那么他必定会拒表朝廷告状。万一圣上怪罪下来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因此，而今之计，还是暗查为好。不错，曾太。自即日起，你派人日夜监视归义伯府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马上向我禀报。是。连日劳顿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现在夜已经深了，曾太、元芳啊，烦劳你们将大家的下处安排妥当，都回去安歇吧。恩师请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请恩师和元芳在正堂安歇。东跨院已经打扫出来了，威尔夫人和小桃暂时住在那里。狄春张环、李朗在。你们委屈一下，就在西跨院中住下吧。好极了，正好可以照顾病人。先生，我也要照顾病人，住得太远的话，不太方便吧？好，我看这样吧，曾太，让小桃还是住在西跨院中。那也好，我去安排。好，威尔夫人、狄春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请吧，请。吩咐下去，这位狄先生是本州的恩师，你们要小心伺候。先生有需必应，如敢怠慢，小心则是。请大人放心。你们刚刚看到一条黑影跑过去了吗？没有。怪哉！刚刚我到公堂传谕，就看到那边有条黑影跑过。走，去看看。是吧？这门怎么开了一条缝？不知道。大人，住处都已安排妥当。湘银被劫之事未了，又出现了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，而且这两者都是由黑衣社操纵的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？这个案子连环相套，蹊跷诡异，不简单啊。从劫夺饗银之举不难看出，这是黑衣社策划的一个巨大的阴谋。而今我们要做的便是从纷繁的线索中排杂理陈，直奔主题。您所说的主题是？此案由何而起？饗银被劫。不错。
在上次出发清剿古堡之前，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分析。劫持饗银虽然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，但却不是计划的核心，更不是最终的目的。这一点，从荒山古堡、洪家堡村的死者，以及这2处和归义伯府后园中发现的那些恐怖的小红点，便可以得到证实。如果黑衣社劫持饗银只是为了贪图钱财，那么在大漠案发之后，他们完全可以销声匿迹，不再行动。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。我明白了，您所说的主题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劫持这500万两饗银的真正目的。非常准确。可是要想搞清楚这一点，当时大漠中饗银被劫的真实情况就至为重要。恩师，恩师，有件怪事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